嗨，大家好。今天呢，我回到广州市里来骑行。现在我所处地方呢，叫建设大马路啊，一条老马路。但是骑到头呢，就是环市路了。但是我今天不准备走大路，就准备绕些小路啊，穿街走巷的，在广州的老城区里面转转。起码第一段就是这么打算的啊。拐到了北教场横路，这是一条比较典型的老路。听到这样的教场这种名字呢，就可以想到以前清朝就是广州作为一个衙门的中心所在地啊，它就会有很多机构。在城的外面呢，就会有一些当兵的这种驻地，他们就要经常的在那边训练啊。这种教场呢，就是这些军人训练的地方。现在当然只是剩下一个地名了。观看我昨天视频的朋友呢，应该知道啊，是我昨天新入手了一个360相机，因为前面2个相机都被我不小心摔烂了，这已经是入手的第3个同款的360相机了。昨天在祈福新村里面骑行测试了一下，感觉没什么问题，所以呢，当天我就给卖主发了信息，确认了收货，他也很高兴。这样的话呢，就不用等7天，仅仅是等了1天，我收到货以后呢，立马就给他确认收货，他呢就可以顺利的收到钱。那根据规则呢，我就没有再提出异议，甚至要求退货等等这样的权利了，也就是我放弃了这样的权利了。但是我还是相信，这个世界上好人多，或者善良的人多。一般来讲，大家都是诚信交易。我呢也跟我这个卖主啊交流的过程当中，感受到对方的真诚、诚实。所以呢，我觉得做人首先应该相信别人啊。这也是为什么我很爽快的就确定收货。突然发现这边其实是有一条小路是可以继续骑下去的。这里相信就是我曾经走过的东豪涌边上的一条骑行小道吧。
这边呢已经是北园社区了，最出名的就是有个北园花园式的酒家。原来呢这边已经到了7中的牌坊了。现在呢，我骑过了小北路啊，我的对面呢就是越秀公园，它的一个应该说侧门吧，但是这个门洞呢还是保留着以前那种好像城墙一个出入口一个门洞这样的感觉。当然公园里面肯定不让骑行的，所以我那时候还是贴着这个越秀公园边上的一个小社区去骑行一下。这个地方呢有个地名很有意思，叫九都港，我相信也是以前传下来的一个老地名了吧。虽然是一个居民社区啊，但是这里呢完全就是一片街市，就是一个市场，各种蔬菜、肉制品，还有各种生活的用品，应有尽有。这是城里的烟火气。虽然这边的这些房子呢，就显得比较一般啊，有些陈旧的房子，但是这里老百姓呢，就是胜客呀，他就在越秀公园的边上，所以每天到公园去散步，我觉得真的是非常好的。好，我继续往前骑行。这个地方呢是越秀区虹桥街道，这里也做了一些院落、休息的亭子等等吧，给老百姓休闲的地方。这边这种公园还一个套一个呢。
漫无目的的这些居民社区里面走走啊，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这边呢都是一些坡地啊，你看这房子建得高低错落，这已经进到人家居民的住所边上了。一个自成一体的社区，也有一些自给自足的小商店啊，就感觉这个社区还是看起来很温馨的。像这样的小街道呢，在上海一般都被称之为弄堂，因为它就是有进口有出口。原来到了这边呢，已经到了越秀山体育场了，好像也要进行改造了。所以你要在最快的时间。美团送货大军啊，他每天早上也有训话。左侧呢，应该就是省政府的后门了。这个边上有一个著名的建筑物呢，就是中山纪念堂啊。据说中山纪念堂修整一新吧，现在重新开放，但是呢，骑着单车肯定是不让到里面去的啊。对，今天我应该把那个锁带来才对啊，刚才就忘记了。我的左侧呢，就是中山纪念堂。原本可以把单车就放在门口啊，可惜我今天没有把那个锁带出来。我的右侧呢，就是越秀公园的南门。从这边上去啊，一直有一条山道连接到花果山，然后一直到麓湖那边，是一条云道。
现在我骑行在姻缘路上，我的左侧这条马路呢应该是连新路了，但是呢，我想继续往前骑一阵。我的右侧是三元宫，一个道教的道场。哦，这边还有小北路小学姻缘路校区。前面呢就是解放路了啊，就干脆往解放北路那边去转一圈。这里呢，曾经是我当年年轻的时候上下班啊，经常经过的一条马路。马路还在啊，就两边的这些设施呢，有了很大的改善或者说改变。这右侧呢，又是一个越秀公园的门，在前面呢才是越秀公园的正门。但是呢，我今天就拐过去了。拐过马路，来到了盘福路上，这边有高剑夫的纪念馆，岭南画派的创始人。已经好久没有来过这条盘福路了。这边呢有一条小巷啊，叫朱子横街，那我们也到里面去转转吧。就这种老街老巷呢，是历史遗留的产物啊，想必真的很多年了，弯弯曲曲的一条小巷子，就很难在这边进行旧改，所以也就存活了下来。針對性。你看这种小街巷啊，有一种与世无争的感觉。他们应该也没什么特别的盼头，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这么生活着。
出了这条盘湖大街呢，对面就是人民北路了。这边呢也在进行一个地铁是1号线一个车站的修建啊。原来这边已经到了大可以饭店了，真的，30年以前我们就到这边来，经常吃宵夜啊。当年觉得广州的这些肠粉这里做的最好，当时还是一家这个大排档，但现在呢已经变成了一个饭店了。我的左侧呢是广州医学院。看到有招牌就脱落了。这边是流花湖社区。现在呢，从人民路上来到了东风路，但前面呢要去找一个拐弯的地方。这边呢就已经到了广州市少年宫的地盘了啊。有一段时间，我的小孩经常到这边来参加各种兴趣班啊，曾经是孩子们的一个乐园。少年宫的边上呢，就是流花湖公园的南门。现在呢，这个边上都在建隧道，所以搞得有些凌乱，占用了很多的土地。但这个呢，是老人家最适合来休闲行走的地方，因为它地势平坦啊，没有什么坡，不像有些公园到处都是山坡。施工的缘故呢，道路就变得非常的狭窄，我们就推车走一段吧。
好，我现在呢在东风路上左转。这边呢，这个公司已经很多年了，就是要修一个穿过流花湖的隧道。每次都说进行的差不多了，但事实上呢，总是没有办法完工。今天呢，我就特地选了一些老城区的老街道穿行一下啊。那现在呢，我就转入到西华路。以前也有朋友住在这里的，但是已经很多年没有来过了。看上去呢还是老样子，这种年久失修的街道，在广州市比比皆是啊。确实呢，在老城区的改造方面，政府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啊，所以这些老城区的改造也只能一个拖字诀，拖给下一任的政府，一拖呢就拖几十年。但是这个地方呢，老百姓还是顽强的生活着啊，所以呢，你可以看到，其实还是很有烟火气的地方。甚至呢，有时候你如果就了解当地情况的话呢，还是可以找到一些好吃的小餐馆。很多呢已经经营了1、2代人了啊。应该说，物美价廉的这种店还是可以找得到的。原来右侧已经是彩虹桥地铁站了。所以你看啊，就是这种地方的改造呢，如果等到有了新的这种像地铁啊，或者是整片的商业的开发啊，它就会在某些地方呢有所改变啊。就像这个彩虹桥地铁站边上的已经变成了一个站前广场，就感觉就会干净很多。那这里呢，同样也成了周边的老百姓闲坐聊天的地方。广州虽然是座老城，但是我看到这个地铁站上面出的告示都是用中英文2种文字来写的。说来惭愧啊，就是彩虹桥这个地铁站我听过很多次，这个地名听过很多次，但是我今天是第一次到它的跟前来光顾。我不知道以前是不是就叫彩虹桥，还是后来改了一个新的名字呢？
这边呢有个彩虹文化广场啊，其实是跟对面一样的又一个站前的广场。这种地方我好像是曾来过，但又不记得当时长得什么样了。虽然这边还在进行整修，有些公司还没有完工，但是我还是骑到这里边来，相信呢也是一个老的社区吧。看来这个社区边上啊，还有一条河冲，这条河冲呢也进行了重新的修整啊，所以就变成了一条散步道、绿道。我觉得这个地方的居民啊，还是等来了一些变化呀。彩虹街道啊。原来这边有几个名字啊，首先这条村呢叫四马村，这个地方呢叫显家庄社区，但是它属于彩虹街道啊，是这么一个从属关系。但是我到了这边呢，我已经完全搞不清方向了，到底该往哪里走呢？四马冲这条河的名字我第一次知道。我们继续沿这条四马冲呢，随意的骑行一下吧。这边有很多街坊已经在河边坐着聊天了。小桥村，村口有很多休闲的石椅、石凳。我就觉得像这种旧的街区啊，利用这种原有的河冲修建成绿道啊，就汇集当地的居民，给大家多了一些休闲活动的这种项目，同时呢也改造了环境啊，就看上去还是非常的舒服的一条河冲啊。所以刚刚讲到这些老城区、旧街区的改造呢，非常的困难了，但是呢也是可以做一些这种小的调整，就让那些现有的居民呢还是可以享受到这种悠闲的环境。
打发他们的时间啊。我觉得这本身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吧。哟，这边还有很多遛鸟的老人啊。现在这种遛鸟的光景我已经见的比较少了。你看，树上挂着，地上放着各种各样的小鸟，在一个一个的这种鸟笼子里面，在这里鸣叫。他们也要找朋友的吧？就跟遛狗的时候经常要会那些其他的狗一样了。哦，这边有个四马冲驿道，你看啊，有遛鸟长廊、周门北路、彩虹梯田，前面呢是有健身广场、歌堂大街、公交站、河流街道等等啊。既然还有路，我们就继续往前吧。这是一片我没有来过，但是我喜欢的这种村民，不是村民啊，就市民休闲的光景。这边好像又属于另外一个街道了吧？想象的这条绿道应该到了尽头了啊，那我也就趁势拐弯往回走了。好，绿道呢走到尽头了，那我们继续在这条小街上往前走一走。这里呢属于荔湾区，应该还是彩虹街道啊。今天呢，我是带着我的 GPS 啊，架在了我的车把上，但是我看了一看呢，才仅仅骑了7公里而已，就已经来到了一片居民区。你看啊，这是一条市场街道，很窄的道路，我就在推车向前了。但是呢，这些跟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呢有紧密的关系啊。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多年来养成的一种生活习惯吧，就近采购啊。
有，小龍過睇咯。哎呀，嗰個牌，呢隻啊，要買翻嗰個就係。買咗啦。攞個牌翻嚟。呢種啊，大粒嗰種啊。大粒嘅，俄羅斯有田雞，还有鱼货，当然水果蔬菜这些现在少不了啊。各种点心，反正应有尽有吧。整牙没事儿，一会儿你去整牙去，然后明天你拿着这个去做去。他就不要其他什么种，刚刚去了。白葱咧新鮮係咪？係嘛，好腍腍嘅，唔係啱啲嘅，又有水飲埋，又有水飲。好，从一条很拥挤的街市走出来，觉得挺有意思的啊，就是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嘛。现在每个人根据自己的需要啊，这种需求可能有所不同，但这恰恰是底层老百姓他们赖以生活的一种街市，我觉得也是非常有存在的必要的。原来这边出来已经到了中山八路了，怪不得这个地方我都真的没有来过。现在是5分，前方就是半塘路，那就是汉西酒家边上条马路了，走过去就是龙津西路。好，那我就把这一段呢就在老城沿线的第一段分享给大家。谢谢大家的跟随和观赏，我们下一段接着跟大家分享，接着聊，再见，拜拜。